今天我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，家里让我送给上大学的表妹一块手机。表妹貌美如花，也比较文静，并且喜欢玩王者荣耀，喜欢玩吃鸡，喜欢一切这种比较文雅的东西。鉴于这几天我过得也比较清贫，所以把价格锁定在了3000元档次。原以为这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，然而现实却是，天哪！这个价格段的产品竟然如此众多，挑得我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关键时刻，我灵机一动，我想起了曾经评测过的那几款手机，紧张地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。就是它了，3000多元完全可以买到一款性能旗舰，更别说这款号称是性能加料旗舰的1加 9RT。我很好奇它的料夹在了哪，貌似比它哥的包装还小了一圈，拿在手中还有质感，也非常轻薄。这个骇客银也是我喜欢的颜色，表妹也肯定喜欢。再对比他哥92，除了摄像头有稍微变化，貌似基本一样。92T 稍微长了一些，毕竟屏幕更好了一些。开机后，我第一时间测试了一下拍照功能，毕竟这是女孩子心目中最伟大的科技发明。同时，我还拿出我的 P50 Pro 和它进行拍照对比，因此我得到了这么2张照片。你更喜欢哪一张的色彩表现呢？实话说，1加 9RT 的影像能力是真不错，感觉都可以直接把这个作为产品卖掉了。但是毕竟表妹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子，所以我开始测试她最关注的游戏能力。等下我发现一个问题，1加 9RT 的横握手感太舒服了，得益于1:1的重量平衡设计以及137.5度的黄金钝角边框，握在手中你根本不需要熟悉，就像是多年未见的初恋女友再次相见依然配合默契。打开游戏助手看了一下，和92没啥区别，像这类游戏辅助功能都予以保留，所以这次的升级主要集中在硬件方面。我打开了键位推荐选项，然后附着一套大神们使用的按键设置。经常有粉丝私信说想找一套最合适的吃鸡键位，那么现在不用问我了，如果你有1加手机，职业选手的键位任你挑选。比如这一套一看就是经过了精心调教，不愧是职业选手的选择，哪怕我初次接触也能迅速上手熟悉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发现另一个加料的地方，这块1加 9RT 的射击操作手感太丝滑了。除了它这块120赫兹1:4高刷屏带来的天然优势以外，升级到600赫兹的超灵敏触控更是加成不少。和平游戏帧数方面，开启流畅画质，可以一直稳定在90帧左右运行，平均 FPS 88。接下来我又测试了原神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1加 9RT 和这款游戏进行了深度合作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启极限稳帧功能，就是这个了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画质下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帧数表现，并且也不怎么发热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玩游戏时不要再多开其他程序。我试过游戏中途开启录屏，帧数会瞬间下降。毕竟1加 9RT 本质上还是一台日常用机，并不是专业的游戏手机，能把游戏性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厉害。王者荣耀也是表妹很喜欢玩的一款游戏，这类游戏肯定也是帧数越高体验越好，输起来也慢一些。测试结果平均 FPS 118。当然，作为玩法相同的英雄联盟肯定也是满帧运行了，因为不会玩，我被敌人追得满地跑，但是仍然不妨碍我输出的很愉快。然后我还测试了老少皆宜的 Coco 飞车，平均 FPS 为56，实际上是稳定60，因为这个潮玩快报把游戏大厅中的帧数也统计上了。最后还有 CF 手游，平均 FPS 58。整个游戏测试部分包括下载、更新加测试，大约进行了30分钟左右。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，没错，温度问题。背部中央区域 34.4 度，摄像头区域 35.7 度，底部 33.8 度，屏幕温度 35.1 度，屏幕顶部 37.2 度，底部 33.3 度。怎么样？我也没想到这么轻薄的一款骁龙888平台手机能把温度控制的这么出色。当然，如果你想一点温度都感觉不到，还可以给它带上这个随机赠送的保护壳，如此一来防滑效果就更加优秀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加料点需要说明一下，这款手机用的是电竞3 WiFi 天线系统，所以在整个游戏的测试过程中，不管是横握、竖握 ，WiFi 信号都非常稳定，这一点值得点赞。对于一个游戏玩家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测试到此就完美结束了。作为一款3000元档次的旗舰级产品，1加 9RT 并不是那种仅靠硬堆硬件参数而牺牲掉质感、屏幕、相机等使用体验的产品。它是在顶级性能基础上，在影像设计、屏幕方面进行全面升级，最终汇集成了这么一台性能加料旗舰，成为了也许是3000元档次最值得购买的旗舰手机。我想我那文静的表妹肯定会非常喜欢这款手机的。